我来到纽约，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不仅是美国的象征地，也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人们来自200多个不同的国家，是一个超级文化大熔炉，同时也是全球消费最高的城市之一。待1个星期需要多少钱？911倒掉的楼修好了吗？奇葩的古老地铁还在吗？本期内容费时2个星期，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的纽约。从林肯机场飞往纽约，由于没有直飞航班，需要在芝加哥中转，到达纽约 JFK 耗费6个小时，而且是一架很老、感觉很不靠谱的飞机。Thank God， 我们活下来了。在曼哈顿77街订好酒店，周3价格便宜310块，周末要翻2到3倍，这是附近酒店的价格范围。这就是纽约。桌子还不错，可以在这里用电脑。这里有个窗户，虽然小了点，但好歹可以透光，就是窗外的风景不怎么样。一个标准的大床，整个空间很小，装修也一般般，就这样了。干净的小卫生间，不知名的香皂和润肤乳，侧挂的喷头，主打一个节省空间，毕竟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去探索城市。首先我们要去看自由女神像，作为美国的象征之一，这一次我会给大家多种观看的方式。首先是远看，我们先来到炮台公园。炮台公园靠着纽约港，连接大西洋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对面的自由女神像的。但是这个位置不太对，我们继续往前走。炮台公园很受欢迎，很多人在这里跑步。好，这个地方就靠近了，我们找一找。就是那个，有点远，有点小，好歹看得到嘛。我们找个高的位置，用延时记录看看这里的繁忙。很多游客坐船过去啊，别急，一会儿我们也去。我们先飞起来。自由女神像是法国在1886年送给美国的一份礼物，被美国安放在纽约港的自由岛，高度93米，被视为自由和新生活的象征，每天都吸引数万游客的到来。好，不能再过去了，走了，去坐船，买票，24.8块。Thank you。过去看有几种票，围着岛观看，登岛欣赏，还有爬到女神像的头顶玩，价格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头顶的冠冕票需要提前几个月预定，很稀缺，通常都是抢不到的。来到自由岛，游客很多，似乎都很开心。这边就是自由女神像，有点背光，我们换个角度，这里就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头上有个王冠，有7个尖顶，据说是代表7大洋。从右边的梯子是可以绕到后面爬上去的。雕像底部有铭文写着：把你们疲惫的、贫穷的、渴望自由的人们送到我这里，表达美国是一个接纳多元化、欢迎各地人们的理念。但是从明年1月份开始，随着川普的回归，这一理念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这里上去可以来到自由女神像的背面。川普曾经说 The Statue of Liberty is a symbol of American culture. 但是又说Bu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hoose immigrants who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It's all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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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不知道大家就觉得有没有道理，就不多说了。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很多朋友提到的纽约地铁。网上纽约地铁的脏乱现象有些片面，纽约地铁其实简单点可以分为2种，新地铁和旧地铁。现在开过来的这个就是新地铁，代号 R211 系列，是美国最新的地铁型号，比较高级。但是乘坐地铁的人较为复杂，千万不要拿设备进去对着人拍，万一拍到一些不能拍的人群，那就麻烦了。不过在外面这里拍问题不大，可以解释是列车爱好者我只是拍车子就没事。至于环境就要看线路 ，Q、T 线比较新 ，A、B、C 以及1到6号线就很老旧了。我们去看看。我们在布鲁克林桥地铁站可以看到迎面开来的是非常古老的列车，运行了120年。看这个车门，这个站点也非常古老，主要是4到6号线路经过，搭乘的人也很多。
站点的环境设施比较老旧，不过看起来还算干净。这个人满跳站了，没关系，我们找一辆停下来的。找到一辆停下来的车，很多人在拍。老外也对这种古老的列车很喜欢啊，120年了，大家觉得该不该淘汰？再见，古老的轨道车。我们现在开车前往时代广场，这里是纽约的心脏，最繁华的地段，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哎呦，是不世界的无所谓，反正在这里开车就是噩梦，建议换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找个地方停车。你们喜欢 LV 包包的，有个大的送给你们，一整栋楼。这里靠近第5大道，奢侈品牌云集。我不喜欢这些，主要是口袋里面没钱。本来也不想来，但是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要看川普大楼，那就过来一趟。那就是这个 Trump Tower， 就不进去了。这个不是酒店，是个综合大楼，包含写字楼、豪华公寓和奢侈品店啊，这些东西可不便宜。圣托马斯教堂在现代建筑群里面显得很独特，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还有这个冒烟的井盖要说一下，因为纽约的地下有个蒸汽系统，据说管道都有1000多英里，用于供暖，属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有时候压力过大的时候，就要通过井盖等缝隙排出，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危险。走吧，不怕。那么这里就是时代广场，人非常非常多，有游客，有表演的，还有卖东西的。楼梯上也站满了人。之前带大家看美国大部分城市都很冷清，但是纽约完全不一样。时代广场并不是一直这么繁华，最初只是个马车市场。随着中央铁路的扩建，纽约时报的影响以及百老汇的崛起，逐步变成一个极度夸张的交通枢纽，于是它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繁忙不分昼夜，密集的巨大电子广告牌，也是全球商业宣传的中心。哎呦，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啊，这里就是全美国最繁华的地段了。大部分建筑都是商业用途，房价和租金贵得离谱。在这里拥有一套高层的豪华公寓，是很多美国人的梦想。有梦想好啊，时间不早了，回酒店先去做个梦，再慢慢想。一觉之后，我们准备去911的旧址看看。这边是著名的金融区，有一只巨大的牛，不知道是慢牛还是快牛。很多人围着牛合照，竟然还要排队。老外也认为它能带来财气吗？这里就来到911事件的旧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人在听导游讲这栋楼的建立有多么的不容易。这就是新楼，叫做自由塔。2001年911双子塔倒塌之后，重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2006年开始修建，直到2013年才完成，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花费了近40亿美元，是美国最昂贵的建筑项目之一。我们飞起来啊，开个玩笑，这里是整个美国最严格的禁飞区，除非有特殊许可，否则没有人敢在这里飞，后果非常严重。在自由塔附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纪念尺，一共是有2个。这里是之前双子塔倒塌的位置，尺子的边缘刻下了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我们现在去另一个，这就是另一个纪念尺。每个尺子的位置和尺寸都严格对应原双子塔的数据，它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瀑布。我们走近看看，尺子里面有个内凹的设计，水流从边缘流下，最终落入中心的空洞里，象征着无限的深度和无尽的悲痛。不仅是对失去生命的纪念，也代表着生命的循环和永恒。不管怎样，911事件都是美国乃至世界最惨痛的悲剧之一，也由此让美国展开了反恐之路，并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美国国土安全局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这个部门现在的权限非常大。那么911这部分就告一段落。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布鲁克林大桥怎么去？如果是看的话，我们可以坐这个59街到罗斯福岛的缆车。纽约的交通工具种类是真的多，上天下地的，关键是这玩意儿还很便宜，才2块7毛5，相当于坐公交车的价格，那肯定要坐一下了。上来了啊，这个缆车速度比较慢，主要也是给游客观光嘛。看这边，这个就是布鲁克林大桥了。如果你不想走，用这个方式也可以看到全貌。就是这个玻璃有点脏，有点影响观赏的效果。哎，要下去了吗？就坐了几分钟啊，下来了。毕竟2块7毛5，还能说什么？不尽兴就多坐2趟。来都来了，我们还是走一下布鲁克林大桥。哎呦，好多绳子，感觉走进了渔网里面，人也很多。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的主要地标，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悬索桥之一。它这个人车分离很有意思，人行道在车道的上面，还有很高的护栏，就算车辆发生事故也不会伤到行人，那这安全性很好啊，可以借鉴。那么桥就逛到这里，然后我说一下纽约的大手笔，中央公园，这里是跑步的好地方，还可以坐马车。它其实贯穿了曼哈顿区的上城和中城，占地面积很大，达到3.41平方公里。在纽约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建造这么大的城市公园，并移植了全世界的数百种植物，引来超过200种鸟类栖息，真的是大手笔。当你走在里面，除了大，并不会多震撼，但是我们飞起来，从这个角度感受一下。右边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左边是一片绿色，不止右边，四周都是望不到边的高楼，然后中间开辟出这么大一块整整齐齐的长方形绿色园地，这就是中央公园的全貌了。有钱真的能办很多事。你说我全是钢筋水泥，我就不计成本打造一片夸张到离谱的绿洲，土地不适合种植，就连土带植物一块运过来，再放养动物，于是奇迹出现了。最后我们来到纽约的法拉盛，这里也是华人较多的一个社区，但并不是唐人街。法拉盛就好像国内的一个县城一样，如果不看路牌，很难感受到这里是美国。这个地方的情况比较复杂，好的方面有很多低消费的场所，包括吃的和住的，在这里可以用难以想象的便宜价格租到小到难以想象的空间。高收入的工作不多，但填饱肚子的活不少。如果不刻意去捕捉镜头，大部分地方还是干净有序的。川普的出生地是皇后区的牙买加社区，离法拉盛很近，大概只有3到5公里。不过那边是个中产社区，环境要更好一些。在纽约生活1个星期的成本很难估算，如果按照我的方式去住普通酒店，普通的用餐不购物，1星期的费用大概是3000块左右。但是要刻意去省钱，那皇后区有很多很便宜的酒店和住宿，住始终是大头，这就很难算了，甚至1000块也能过。更极端一点，自己搭个帐篷，不花1分钱也有办法活，这个就不多说了。那么感谢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这一期是美国之行2024年的最后一期内容。天气开始冷了，我也要回趟深圳修整并更新下设备，准备2025年更多国家的人文系列。我会在人文采访中出现，详细计划和筹备会在下一期的答疑内容中进行说明。纽约并不是这个地区最初的名字，它曾被荷兰人称为新阿姆斯特丹。1664年英国接管之后，为了纪念他们的约克公爵，命名为 New York， 就是新约克，后被中文音译为纽约，沿用至今。This is an incredibly lively city, showing the peak of a human civilization at a certain point. I saw the Statue of Liberty holding her torch, many crowded skyscrapers, the old subway which has survived for over 100 years,
and beautiful stunning city parks. I also saw sad pools, superheroes asking for money on the streets, a monk, and an old man walking slowly. It's a beautiful place, but beauty is not shared equally by everyone. 我还会再来。感谢观看2024年的维森来了。纽约不是终点，世界的探索之旅才刚刚开始。